哥哥们对她恨之入骨。当女孩从高楼纵身一跃，终结了短暂的19年，再次醒来，竟回到了14岁那年。老天为何要让她再经历一次这炼狱人生？但女孩不知，她的心声此刻正被哥哥们一字不落地听着。深夜，大哥傅廷烨在书房办公，不闻一道女声。浴室的水够深吗？还是玻璃更快点？他惊得捏碎钢笔，那竟是隔壁妹妹傅安然。他破门而入，只见满地狼藉血点，目光死死锁住他那只布满玻璃碎渣和血痕的手。他一把抓住傅安然纤细的手腕，猛地将她甩到身后大床上，声音低沉的骇人：“傅安然，你发什么疯？”看着他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，他强压心头怒火，试图恢复往日的威严，解释这到底怎么回事。床上的人影纹丝不动，心底冷笑不止。解释我为何想死。解释你们10年来的冷漠与嫌恶，解释车祸后你们将害死父母的罪名扣在4岁的我头上，我有多无助恐惧吗？对你们这群凶手有什么可说的？一切都该结束了。手腕的伤口还是太浅，下次必须再深一点。嗡的一声，傅廷烨大脑瞬间空白。车祸、父母、罪孽、撕碎，这些尘封的记忆碎片被他的心声狠狠撕开。父母葬礼上，小小的他穿着黑裙，抱着破兔子玩偶，躲在花圈后，用惊恐茫然的大眼望着他们兄弟4人。大哥傅廷烨强撑着，眼神冰冷疲惫；二哥傅西周满身煞气，视他如障碍。三哥傅景年笑容完美却毫无温度，四哥傅云霄则紧锁房门，将他和整个世界隔绝。是谁先开的口？好像是二哥傅西周，他冷冰冰地吐出扫把星3个字。若非他吵着去游乐园，父母怎会改到遇上失控的卡车？这念头从此成了他们厌弃他的最佳借口。10年，他们视他为空气，视为家族的耻辱，视为一个不该存在的污点。除了优渥的物质，吝啬给予任何温情，任他在这冰冷别墅里如野草般独自凋零。傅廷烨高大的身躯猛地一晃，原来他什么都知道。他张了张嘴，却哑口无言。解释、质问，他有何资格？望着床上那道小小的身影，他第一次看清了他深不见底的绝望。哐当一声巨响，门被踹开，一道压抑着滔天怒火的低沉质问传来：怎么回事？二哥傅西周鬼魅般立在门口，面无表情，视线扫过一地狼藉，掠过大哥苍白的脸，最终定格在傅安然手腕那几道新鲜血痕和刺眼的红印上。傅廷烨骤然回神，撞上傅西周冰冷的审视目光，喉咙像被堵住般失了声。傅安然蜷缩着一动不动，仿佛与世隔绝，但那冰冷的心声却同时在兄弟二人脑中响起：二哥也来了，动作真快，是怕我死得不彻底，特意来补刀的吗？也好，佣兵出身，手法想必更干净利落。傅西周瞳孔骤缩，这不是幻听。他猛地看向大哥，从那同样震惊和惨白的脸上得到最可怕的确认，这声音是傅安然的。这个认知如惊雷在他心中炸响。补刀，佣兵，他竟这么看他。他死死攥紧拳头，指节咯咯作响，手背青筋凸起，房间里的空气仿佛凝固成冰，只剩下女孩微弱的呼吸和两个男人沉重压抑的心跳声。就在这片死寂中，一阵轻快又浮夸的哼歌声正由远及近，彻底撕碎了这窒息的死寂。开派对呢，这么热闹。三哥傅景年斜倚门框，挂着那招牌式的偶像笑容。可当他扫过房内狼藉和哥哥们铁青的脸色，目光最后落在傅安然毫无生气的侧影上时，完美笑容下的眼底温度骤然褪去。小安然这是怎么了？跟哥哥们闹脾气？傅景年迈着长腿走进来，语气一如既往的亲昵调侃：小孩子家家的划破皮多难看，来让三哥瞧瞧。说着他自然的伸手，可在指尖触碰到他皮肤的瞬间，那道厌世心声再次炸响在三兄弟脑海。三哥演技真好，虚伪的阳光下全是毒汁。想看我的手，是怕我藏了刀片还是安眠药？安眠药得多少颗才能死？1瓶还是2瓶？傅景年伸出的手猛地僵在半空，完美的笑容第一次皲裂。虚伪、毒汁、安眠药，这些词在他脑中炸开。他明明没张嘴，这难道是安然的心声？诡异冰冷的心声让房间空气瞬间降至冰点。这时，角落阴影里，一个与黑暗融为一体的身影悄然动了。四哥傅云霄不知何时已站在那，他低头专注地盯着手里的平板。可就在他那句安眠药心声落下时，他按着平板边缘的手指猛然收紧。傅安然蜷在床上，内心一片死寂。四哥也在啊，顶级黑客能查到无痛死法吗？或者去哪能搞到氰化物？果然，跳楼还是最快的吧。啪嗒一声脆响，傅云霄手中的军用级平板竟被他捏出一道裂痕。无痛死法、氰化物、跳楼，这些自杀方案从一个14岁女孩心里说出，冲击力何止100倍。房间里，4个哥哥全都僵立当场。傅廷烨踉跄一步，声音嘶哑破碎的哀求：安然，别离开。傅安然纹丝不动地躺着，心里却困惑不已。别离开，这家里早就没我的位置了，不是吗？又在演什么兄妹情深的戏码？还是想出了折磨我的新花样？他心声里的麻木与困惑，比之前的绝望嘲讽更让人心寒。他已不信他们任何反应，只当是另一种形式的折磨。傅廷烨张了张嘴，想说不是，可10年的漠视与伤害是铁证，让他所有解释都显得苍白又可笑。滚出去！傅安然吐出的字眼冰冷刺骨，像在驱赶一群恶心的苍蝇。全都滚出去！这声音不大，却重重砸在4人心里。可没有一个人挪动脚步，空气里只剩下无声的对抗和死寂。最终还是傅廷烨先动了，他极其艰难的缓缓收回伸向他的手。他没再看他，而是转向3个弟弟，声音沙哑却不容置疑：西周，守住门。安然情况很糟，别让任何人上楼，特别是佣人。景年，联系陈老，让他立刻过来，不管他在哪，用什么办法，我要马上见到他。傅廷烨最后望了眼床上蜷缩的身影，沉重地退了出去。房间里只剩下傅安然一人，他缓缓摊开紧握的右手，掌心躺着一块锋利的三角形玻璃碎片。刚才傅景年伸手时，他下意识就将它藏进了手心，下一次得找个安静的地方，直到夜色深沉如墨。傅安然赤着脚
走向房间里的独立浴室，门栓落锁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刺耳。门外靠着冰冷墙壁的傅西周，紧闭的双眼骤然睁开。浴室内，傅安然立在洗手台前，破碎的镜面倒映出他空洞的眼和凌乱的黑发。他没看镜子，只是低头凝视着掌心，那片锋利的三角形玻璃碎片正静静躺着。傅安然伸出左手，指尖轻轻划过碎片最尖锐的棱角，细微刺痛传来，指尖瞬间沁出鲜红血珠，果然很锋利。冰冷心声穿透墙壁，如丧钟般砸在门外4个男人脑海。割下去应该很快，动脉在哪？他缓缓抬起左腕，苍白皮肤下青色血管清晰可见，右手玻璃片精准抵上那根血管，找到了就是这，只要用力划下去，这次不会再有人打扰了。轰隆一声巨响，结实的浴室门被暴力踹开，傅西周如猎豹般冲了进来。楼下，傅廷烨听到巨响猛地弹起，脚步踉跄地朝楼上狂奔。傅安然动作未停，就在玻璃即将滑下的瞬间，一只大手死死攥住他手腕，力道大的几乎要捏碎骨头。他整个人被这股巨力带着后仰，重重撞上冰冷的瓷砖墙壁。他喉间溢出一声痛哼，不是因为手腕，而是后背的撞击。傅西周高大的身影笼罩着他，将他死死钉在墙上，另一只手也精准扣住了他的左腕。他低着头，冰冷视线死死定在他脸上，目光里翻涌着震怒后怕和一股陌生的风暴。放开！他的声音嘶哑微弱，带着被打断计划的恼怒与疲惫，挣扎却如同蚍蜉撼树。傅西周手指反而收得更紧，他盯着他手腕渗血的伤口和那张麻木到感觉不到痛的脸，一股无名火混着刺骨寒意直冲天灵盖。你想干什么？他声如闷雷，每个字都从齿缝挤出，带着压抑到极致的怒火和一丝他自己都没察觉的颤抖。傅安然沉默不语，但那冰冷心声带着嘲讽与疲惫砸进所有哥哥脑海。想什么？他抬起头，空洞的眼终于聚焦，直直撞上他燃烧的怒眸，那眼底没有恐惧，只有一片死寂冰原和深入骨髓的厌倦。傅廷烨高大的身影堵在破碎的门口，脸色铁青，胸口剧烈起伏，看着被死死按在墙上满身是刺的妹妹。傅景年站在大哥身后，脸上伪装彻底崩塌，只剩震惊和喘不过气的压抑。他第一次看清他眼底的荒漠，也第一次见到二哥如此失控。傅安然空洞眼底闪过一丝荒诞，他们怎么了？为什么都变了？为什么突然关心起一个负担？这无声的质问像一把把冰锥狠狠扎进在场每个人的心脏。傅廷烨身躯猛地一晃，扶着门框的指节捏得发白。西周，他声音嘶哑破碎，带着前所未有的痛苦。够了，放开他，你弄疼他了。傅西周胸膛剧烈起伏，锐利的眼死死盯着他，但最终在那声嘶哑的够了中，他箍着他手腕的手极其缓慢僵硬的一点点松开。傅安然顺着冰冷的墙壁滑坐在地，大口喘息，身体因撞击和惊惧而微微发抖。傅西周缓缓站直，退后了一步。傅廷烨深吸一口气，强行压制住翻涌的情绪。他跨过满地狼藉，走进狭小的浴室，脱下昂贵的西装，动作僵硬的蹲下身，想将外套披上他颤抖的肩膀。傅安然像受惊的幼兽般猛地一缩，下意识避开他的触碰，将脸死死埋进膝盖，留给他一个抗拒而疏离的背影。柔软的羊绒外套此刻重若千钧。傅廷烨看着那个拒绝一切的身影，心脏仿佛被冰冷的手攥住，巨大的无力与迟来14年的悔恨瞬间将他淹没。门口的傅景年看着大哥僵硬的背影和地上的妹妹，喉咙发紧说不出话。他引以为傲的交际手腕此刻显得无比苍白可笑。就在这令人窒息的死寂中，楼下管家急切的声音忽然从内线电话传来，刺破了凝固的空气。大少，管家的声音通过内线电话颤抖传来。大少爷，司家家主，司先生来了。这个名字像一颗炸雷。傅廷烨猛地僵住，脸上的惊慌瞬间被冰冷取代。他强行压下所有情绪，立刻恢复傅氏总裁的威严，请他去会客厅，我马上到。他的声音极力平稳，可那丝沙哑却出卖内心的惊涛骇浪。紧接着，傅西周一个箭步冲下楼，他脸上死寂的凝重瞬间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副完美无瑕的灿烂笑容。他甚至还捡起地上的碎瓷片，随口抱怨：可惜了这套古瓷。然而，他转身时眼底的凝重却根本没有消散。与此同时，傅景年像座铁塔，他依旧死死堵在浴室门口。听到司一涵的名字，他鹰隼般的眼神锐利扫过楼下，随即他站得更直，如一柄出鞘的利刃，浑身散发着生人勿近的杀气。他的任务只有一个，守住这里。而傅云霄最为安静，他迅速切换监控，前厅的画面瞬间弹出。司一涵，那个男人穿着深灰色大衣，身姿挺拔，正负手而立，他的侧脸线条冷峻，带着久居上位的疏离感。4个手指在键盘上飞速敲击，几条加密指令瞬间发出。别墅外的监控探头悄然转动，锁定一切。下一秒，大哥已经整理好表情，大步流星走下楼，整栋别墅瞬间恢复了刻意的正常。会客厅的门被推开，司一涵转过身，那张英俊的脸庞如同雕刻，凤眸却锐利的能穿透人心。他唇角噙着一丝完美的笑意，却没有半分温度。傅总，深夜打扰，大哥在主位坐下，姿态沉稳，不知司董深夜来访，有何指教？三哥立刻笑着打圆场，试图活跃气氛。司哥，你可是稀客，该不会是看上我们哪个项目了吧？谁知司一涵优雅落座，长腿交叠，气场破人。他抬眸，目光精准地看向大哥，指教不敢当，只是听说傅氏城西的项目遇到点麻烦。大哥端着茶杯的手机不可查的收紧，这个项目是内部机密，他怎么会知道？大哥脸色不变，小问题，不劳司董费心。可司一涵却眉梢微挑，是吗？他话锋一转，语气带着一丝锋芒，商场如战场，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好。这话软中带硬，是示好，更是施压。三哥刚想开口，却发现司一涵的视线竟然若有似无地瞟向2楼，那个方向正是傅安然的房间。三哥心头猛地一跳，立刻滔滔不绝地想引开话题。大哥也沉默着，心底警铃大作。司一涵的到访太过巧合，他究竟是知道了什么？可就在这时，一个冰冷、麻木、充满绝望的少女声音，毫无征兆的，竟直接在司一涵的脑海中炸响。安静，为什么不能安静？好累，真的好累。司一涵端着茶杯的手猛然停在唇边，这声音根本不是来自这个房间。他面上不动声色，完美的维持着倾听的姿态，心底却已掀起滔天巨浪。这声音是谁？傅家？
傅安然，那个传闻中毫无存在感、性格孤僻的小女儿。司意涵瞬间想起，傅家确实有个妹妹，今年才14岁，可傅家兄弟从未在外人面前提过她。难道刚刚脑海里的声音是他的心声？这个认知像一颗巨石砸入心湖，他不动声色地再次抬眸，只见傅廷烨敲击杯壁的频率快了一瞬，傅西周的笑容也明显有些紧绷，再加上楼梯上那个门神般的身影，无数碎片信息在大脑中飞速拼凑。傅家兄弟今晚绝对有鬼。可就在此时，是他，司意涵，为什么他会在这里？傅安然的心声再次炸响，这一次不再是麻木，而是受惊又受般的恐惧和抗拒。那声音里的颤抖和尖利清晰无比。司意涵的手指猛地蜷缩一下，恐惧，他在恐惧他。为什么？他们甚至从未见过面。一股荒谬感瞬间掠过心头，他面上波澜不惊，可那双鹰隼般的凤眸却死死锁定傅廷烨。就在那心声落下的瞬间，傅廷烨的脸色骤然变得极其难看，他端着茶杯的手停在半空，眉头死死拧紧，目光更是如刀，猛地射向楼梯，那眼神里护崽般的紧张和敌意，浓烈的几乎化为实质。傅西周也瞬间收声，笑容凝固。司意涵将一切尽收眼底，心中惊雷炸响，果然，他们也听见了。这个结论匪夷所思，可他脸上却纹丝未动。司意涵放下茶杯，身体后仰，如同掌控一切的猎手，声音比刚才更冷，如同冰层下的暗流。看来傅总家里有比项目更值得关注的事。他的目光精准地再次落向2楼楼梯，那眼神仿佛穿透一切，锁定了那个无声尖叫的源头。傅廷烨的心猛地一沉，司意涵，他真的知道了。他强压心绪，声音低沉，带着不容置疑的逐客令：司董说笑，家事而已，不劳费心。张博，送客。司意涵缓缓起身，高大的身影带来无形压迫。他深深看了一眼楼梯方向，目光意味不明。随即，他转身，迈着优雅的步伐离去，直到那辆黑色轿车消失，傅廷烨才猛地转身，目光如箭射向楼上。景年，小然怎么样？傅景年冰冷的声音传来。没动静。傅云霄抱着电脑快步上楼，情绪波动剧烈，但暂时稳定。他顿了一下，补充道：司意涵的车在别墅外停了1分钟才离开。与此同时，黑色轿车后座，司意涵闭着眼，眉心却微微蹙起，那个充满恐惧的声音在他脑海里反复回响：司意涵，别再靠近我了。每一个字都如同烙印，这绝非幻听。傅家兄弟的反应就是最好的佐证。为什么偏偏是他？为什么能听见一个素未谋面女孩的心声？无数疑问如同藤蔓缠绕心头。司意涵缓缓睁眼，凤眸里只剩冰封般的锐利。傅安然这个名字以一种极其诡异的方式第一次烙印在他的意识深处。别墅内，司意涵带来的压迫感依旧未散。傅廷烨望着窗外，心头乌云笼罩。小然为何会恐惧一个陌生人？难道司意涵真的也听到了？这个念头让他不寒而栗。就在这时，傅西周打破沉默：大哥，陈老到了。傅廷烨立刻回身：凌霄，带陈老上去。景年，守好门口。2楼走廊灯光柔和，陈老提着医疗箱轻叩房门：小然，我是陈爷爷，可以进来吗？门内一片寂静，陈老推门而入，只见床上蜷缩着一个小小的身影，他温和地在床边坐下。小然，今天受惊吓了吧？让陈爷爷看看。被子下的身影动了动，傅云霄手中的平板立刻弹出提示，情绪逐渐平稳。陈老继续轻声说：我知道你心里像压着乌云，是坏情绪小怪兽在捣乱，不过别担心，他最怕草莓糖。说着，他将一小袋草莓糖放在床头。门外，傅家兄弟静静聆听。傅廷烨双手紧握，傅西周眼眶泛红，而傅云霄的平板上不断跳出情绪波动减弱的提示。陈老起身，看着门外的几人，这孩子需要耐心和陪伴。陈老的话如同一记重锤，多跟他说说话，多给他带点喜欢的东西。傅廷烨猛然转头，声音沙哑却无比坚定：西周，去买小然喜欢的零食和玩具。可傅西周却一脸尴尬：大哥，小然喜欢什么？一句话让所有人陷入死寂，他们竟然不知道妹妹喜欢什么。原来妹妹的病是他们这么多年的忽视积累而成。傅廷烨满是自责，轻叹一声：那就买些女孩子喜欢的吧。傅西周立刻点头，快步离去，背影里满是急切。傅景年冰冷的目光扫向房门：要不要调保镖上来？不用。傅廷烨摇头，死死盯着房门。他现在需要的不是防备，是安全感。我们几个轮流守着。他立刻上前，声音温柔到极致：小然别怕，哥哥们永远都在门口。可就在这时，为什么他们不是应该厌弃他吗？麻木的心声再次刺入每个人的脑海。傅廷烨指尖瞬间发白，几乎要破门而入，可他僵住，他怕刺激到妹妹。他声音发颤：小然，难受就叫一声哥哥，我们一步都不会离开。房间内一片死寂，许久，被子下终于有了动静，一只苍白的手伸向床头柜上的草莓藤。原来有人记得他喜欢草莓味。门外，傅云霄轻声开口：他在看。所有人的心瞬间悬到嗓子眼。只见那只手颤抖着摸到纸袋，袋子上印着可爱的太阳，标着草莓味，这是陈爷爷给的糖。这心声带着一丝微不可察的暖意。可傅西周再也忍不住，轻手轻脚推开门。小然，傅安然缓缓抬头，空洞的眼神泛起错愕。傅西周看着他，脸上是从未有过的慌乱。小然，这个糖不能多吃。呵，一声极冷的嗤笑从傅安然干裂的唇间溢出，眼神里满是嘲讽和厌倦。在家也要演戏吗？这心声如钢针，狠狠扎进傅西周的脑海。咔嗒一声轻响，傅安然竟打开了纸袋。傅景年的身体瞬间绷紧，如同一张拉满的弓。他盯着他手中的东西，声音不自觉提高：傅安然，你在做什么？他几乎是吼出来的。傅安然动作一顿，缓缓抬头，那双空洞的眼睛里只有被打断计划的厌烦。
傅景年，前世他有这么关注他吗？前世2个字如同惊雷，炸得傅景年一时失语。趁着他们心神俱震的瞬间，傅安然的手又紧了紧。傅景年快步上前，一把夺走他手里的纸袋。傅安然放下，手心一空。傅安然眼眶突然发烫，他别过脸，咬着下唇闷声说：“假惺惺的，现在装什么好人？”声音带着浓浓的鼻音，委屈再也藏不住。傅廷烨大步上前，在他身边蹲下，像一堵沉稳的墙，无声地给予他安全感。傅西周小心翼翼地递上手帕，满脸担忧与自责。傅云霄则默默将房间灯光调得更柔和，泪水终于决堤。你们为什么现在才来管他？积压多年的委屈在这一刻轰然爆发，哭喊声却戛然而止，情绪耗尽，他像断了线的木偶，猛地向后倒去。傅景年反应快得惊人，一把拖住他瘫软的身体，那身体轻得像羽毛，却带着灼人的滚烫。小然，傅廷烨一个箭步冲上前，声音都在颤抖。傅西周更是脸上的血色退得干干净净。傅景年眉头死锁，高烧。他将他打横抱起，快步走向床边。傅云霄冲到床边，键盘飞速敲击，39.8度，心率过快，应激性高烧。傅廷烨强迫自己冷静，立刻下令管家冰袋温水。西周联系陈老，景年守着他。整个傅家别墅瞬间陷入压抑的忙碌。一夜过去，傅安然的高烧终于缓缓退去，可傅家4兄弟谁也没有离开，他们守了一夜，个个疲惫不堪。直到晨曦微露，傅安然在干渴中醒来，他费力睁眼，一眼就看到床边的傅廷烨，他眼下青黑，胡茬冒出，满身沉郁。然而傅安然空洞的眼底没有丝毫波动，重新闭上眼睛，这细微的动静却惊动了傅廷烨。他猛地回神，椅子都被带倒。小然，你醒了。他声音紧张沙哑，伸手去探他的额头，要不要喝水？可傅安然只是侧过头，将脸埋进枕头，用沉默筑起冰墙。他被彻底无视，挫败和愧疚如潮水将他淹没。紧接着，傅西周端着早餐进来，脸上挂着无懈可击的阳光笑容。小然醒了，三哥特意让厨房给你熬了粥。他自然地拿起勺子递到他嘴边，来，张嘴。可就在这时，好吵！这充满厌倦的心声让傅西周端着勺子的手瞬间僵住，笑容出现一道裂痕。他迅速调整，放软声音哄劝：“小然乖，别任性。”啪！勺子被狠狠打飞，粥点溅在他昂贵的衬衫上。出去！傅安然声音嘶哑，却冰冷刺骨。傅西周默默捡起勺子，脚步僵硬的离开，背影狼狈又落寞。午饭时间，换了傅云霄，他将餐盘放下，安静的站在一旁，像一道无声的影子。傅安然依旧闭着眼，冰冷的心声再次响起：“傅云霄吗？还是一样，冷眼旁观，何必呢？”傅云霄身体瞬间绷紧，他沉默许久，最终默默转身，留下未动分毫的饭菜。到了下午，傅西周还不死心，小然出去走走。花园里的玫瑰开了，傅安然靠在床头，目光空洞，毫无反应，想待在屋里。那三哥陪你看电影，他好烦。接连2道心声，彻底浇灭傅西周最后的努力。他脸上的笑容褪去，只剩深深的无力。直到傍晚，傅廷烨推掉所有会议，亲自端着一碗参汤走进房间。他没有劝说，只是坐在床边，看着他苍白虚弱的脸，沉默了很久。他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傅家掌舵人，只是一个笨拙又悔恨的兄长。小然，他声音低沉沙哑，带着前所未有的恳切，艰难地吐出3个字：对不起。傅安然的身体剧烈颤抖，他紧闭双眼，长长的睫毛下，眼泪无声滑落。傅廷烨看着这一幕，心脏痛得几乎碎裂，伸手想替他擦泪，可是他却猛地偏头躲开。他满眼自责，转身迈着大步逃离了房间。所有人离开后，房间里只剩他粗重的喘息。紧接着，晚餐时间，傅家餐厅死一般沉寂。大哥傅廷烨眉头紧锁，二哥傅西周脸色惨白，三哥傅景年沉默不语，而4哥傅云霄目光扫视全场，最终落回那个空着的座位上，那个属于傅安然的座位。就在这时，一阵极其轻微的脚步声传来，所有人几乎是同时猛地抬头，傅安然就站在门口。她穿着宽大的睡裙，赤着脚，眼神空洞无光，像一个没有灵魂的娃娃。随后，她一步一步缓慢地走向那个属于她的空位。她的出现让凝固的空气瞬间炸裂。大哥傅廷烨的眼里是难以置信的狂喜，二哥傅西周更是豁然坐直，苍白的脸上涌上激动的红晕。小然，大哥率先开口，声音沙哑，努力让语气温和，快把汤端上来，要热的。二哥立刻接口，脸上是小心翼翼的讨好。对，先喝点热汤暖胃。热气腾腾的奶油蘑菇汤被小心翼翼放在傅安然面前，然而他只是垂眸盯着餐具，指尖无意识的抹洒杯沿、杯子、碎片。看到妹妹苍白如纸的脸色，傅廷烨心底一沉，缓缓伸出手握住她的手腕。谁知这个动作竟彻底点燃他，他猛地抬头，双眸暴怒，滚开！一声微弱的嘶吼，他猛地起身，带翻了身后的座椅，瓷碗坠地，瞬间粉碎。紧接着，他一阵眩晕，身体软软倒下。大哥健步上前，一把扶住他，可三哥傅景年的声音冷硬如铁：备车，去医院。话音未落，他已将傅安然打横抱起，大步流星冲出餐厅。医院走廊，大哥傅廷烨像困兽般焦躁踱步，时间被无限拉长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病房门终于推开，医生摘下口罩，只是轻微碰撞，已处理。这一刻，三哥当场啜泣，大哥扶住墙壁才站稳。他走到床边，看着昏睡的妹妹，悬着的心终于放下。可医生下一句话却让他们瞬间如坠冰窟。可医生的语气却瞬间凝重，他目光扫过我们4人，沉痛地强调：我怀疑他精神不稳定，需要找精神科医生检查。这句话像一记重锤，狠狠砸在我们心上。病房里只剩下心电监护仪冰冷的滴滴声，而傅安然沉睡的眉心依旧紧蹙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艰难地睁开双眼，视线聚焦在惨白的天花板上。他试图动一下，身体却像灌了铅。紧接着，他感觉到了异样，手腕处传来一种被包裹的束缚感。他猛地低头，左手腕上赫然缠着一条棉质约束带，他被限制住。
一声受伤小兽般的低吼从他喉咙挤出，下一秒，他疯了般扭动手腕，柔软的带子瞬间勒进皮肤。放开，放开我！破音的尖叫撕裂了病房的死寂，那声音里是滔天的愤怒和深入骨髓的屈辱。为什么这样对我？放开，小然，别动！三哥第一个扑到床边，声音带着哭腔，想按住他，可是他却虚弱的偏过头，声音发颤，别碰我！那眼神里的怨愤和抗拒，让三哥如遭雷击，下意识后退。小然，冷静下来！大哥也冲到床边，声音嘶哑，伸手想控制住他，然而傅安然猛地瑟缩，后背死死抵住床头，哭喊着：“别碰我！”那尖锐的指控如同重锤，狠狠砸在大哥心上。他的动作瞬间僵住，伸出的手停在半空。就在这时，窗前那道磐石般的身影动了，是二哥傅西周。他出手如电，一把抓住傅安然被束缚的左手腕上方，随后用拇指和食指精准的按压在一个穴位上。一股强烈的酸麻感瞬间窜上整条手臂，他疯狂拉扯的手瞬间失去所有力气，软软垂下。他抬头，布满泪水的眼睛死死瞪着傅云霄。又是你，又是你！傅西周，二哥清晰地听到了那滔天的恨意，冰冷的眼底风暴骤然加剧。就在此时，医生和护士冲了进来，立刻准备镇静药物。当药效起作用，傅安然无力地瘫软在病床上，泪水无声滑落。二哥缓缓松开手指，竟从口袋里掏出手帕，小心翼翼擦去他脸颊的泪痕。大哥则走到床边，解开约束带，轻轻拖住他泛红的手腕，低声道：“小然，哥哥在。”冰冷的药液瓦解了他最后一点挣扎的力量，他眼中燃烧的怨恨与疯狂，如同骤然熄灭的火焰。他眼里的疯狂熄灭，只剩一片死寂，身体不再反抗，软软陷进床里，只有胸膛剧烈起伏，伴着痛苦的喘息。三个哥哥如同雕塑，沉默地僵在床边，而三哥傅景年早已退回窗边的阴影里，直到护士离开，房门咔嗒一声轻响，下一秒。三哥傅景年彻底崩溃，他踉跄着跌坐在椅子上，双手捂脸，压抑的呜咽从指缝溢出。他刚才看我的眼神，他说我们是伤害他的人。他声音破碎，带着浓重的哭腔，我们是不是真的一直在伤害他？这句话像一把钝器，狠狠砸在每个人心上。大哥傅廷业猛然转身，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盯住三哥，你住口！他一步跨上前，紧握的拳头指节泛白。当初是谁对他视而不见？是谁连他喜欢什么颜色都不知道？每一句质问，既是砸向大哥，更是砸向他自己。可三哥却被戳中痛处，猛地抬头嘶吼：“是我混蛋！那你呢，大哥？”他指着大哥，声音尖利：“你记得他生日是哪天吗？你记得他第一次上初中是谁送他去的吗？是你吗？是我们吗？是张博？是佣人？够了！”一声冰冷到极致的低喝骤然炸响，窗边的二哥傅西周猛地转身，他几步冲到两人中间，一手一个，死死攥住他们的衣襟，要争执。出去！他声音低沉如寒铁，目光如同冰锥，在这里吵，想把他再惊醒一次。两人如同被冰水浇透，瞬间僵住，巨大的羞愧瞬间压倒了所有愤怒。二哥这才缓缓松手，目光落回病床，声音决断：“争执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人还在，才有以后。”说完，他重新走回窗边，像一道沉默的屏障。病房再次陷入死寂，比之前更加沉重。角落里，四哥傅云霄蜷缩在椅子上，浑身颤抖，而大哥则颓然靠在冰冷的墙壁上。10年了，那个4岁时抱着玩偶的小女孩，那个被遗忘在角落无声生长的妹妹，那个如今一心求死的少女，最终所有画面都定格在他那充满屈辱和恨意的眼神上。一股迟来了太久的剧痛和悔恨，如同洪流，瞬间将他淹没。他高大的身躯晃了一下，极其缓慢地蹲下身，下一秒，他将脸深深埋进手掌，指缝间溢出压抑到极致的呜咽。三哥再也撑不住，竟无力地滑坐在地，他将头深深埋进膝盖，肩膀剧烈抽动，压抑的哭声再也无法抑制。对不起，妹妹，对不起。破碎的呜咽，满是卑微的痛苦。三哥错了，真的错了。而就在这时，角落里的傅云霄颤抖得更厉害，他死死咬住下唇，悄悄解锁手机，幽蓝的光映着他苍白的小脸。下一秒，他竟直接入侵了医院的内部系统，冰冷的数据在眼前滚动。他只想找到一丝希望，仿佛只有这样，他才能逃离这窒息的罪恶感。与此同时，窗边的傅西周背脊挺直如标枪，他锐利的目光一遍遍扫视着楼下的每个角落。妹妹梦中对窗外的恐惧，他记得一清二楚。任何一丝潜在的危险都必须被扼杀。整个病房就这样被痛苦和悔恨笼罩，直到第一缕天光艰难地穿透窗帘，病床上的人睫毛微微一颤，他缓缓掀开眼皮，刺鼻的消毒水味让他下意识动手腕，结果他猛然发现手上的束缚带竟然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干净的纱布。这个发现让他有些怔愣，可下一秒，三哥立刻凑上前，声音紧张又讨好：“小然，你醒了，要不要喝水？”他手忙脚乱地递上水杯，但他只是空洞地扫了一眼，便决绝地偏过头去。三哥的笑容瞬间僵在脸上，大哥缓缓起身，高大的身影异常疲惫。他走到床边，张了张嘴，却什么也说不出。最终，他只穿上外套，声音嘶哑：“公司有事，我必须过去。”他的目光却死死锁在妹妹身上：“你们守好她。”这几个字竟带着一丝哀求。大哥走后，病房再次陷入死寂。三哥搜肠刮肚，干巴巴地开口：“小然，外面天亮了。”可他毫无反应，仿佛根本没听见。他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天亮天黑又有什么区别？我的世界从来只有黑暗。他心底的死寂让三哥彻底颓然。就在这时，四哥傅云霄抱着电脑悄无声息地走来，他帽檐压得很低，镜片反射着屏幕的幽光。下一秒，
他将电脑屏幕递到妹妹眼前，屏幕上赫然是一张老照片，照片的背景是阳光灿烂的游乐园，一个粉裙子羊角辫的小女孩，笑得眼睛弯成月牙，她怀里紧紧抱着一只旧兔子玩偶，而她身旁蹲着一个8、9岁的大男孩，男孩笑容灿烂，对着镜头比着大大的 V， 那双桃花眼盛满了对妹妹毫无保留的宠溺。那个笑得像小太阳的男孩竟是三哥，而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就是他自己。照片下方还有一行歪歪扭扭的字：小然第一次来游乐园，和最喜欢的三哥开心。只是一眼，三哥如遭电击，他猛地睁大眼睛，难以置信地看着屏幕。那是父母还在世的时候，是他还没被怨恨蒙蔽双眼的时候，是他还把妹妹当成珍宝来宠爱的时候。巨大的悔恨和悲伤瞬间冲垮了他，他猛地捂住嘴，才没让哽咽冲口而出。照片里笑容干净的自己和病床上苍白的他，强烈的对比，像最锋利的刀，狠狠剜着他的心。三哥，他冰冷麻木的心声第一次出现剧烈的波动，尘封的记忆闸门被猛地撞开，棉花糖的甜，旋转木马的音乐，还有那个会把他举高高的男孩，如潮水般汹涌而至。小然，三哥的声音带着哽咽，是三哥不好。这句话瞬间让他眼眶通红，泪水不受控制的滚落，肩膀止不住的抽动。傅锦年彻底慌了神，想帮他擦泪，却又不敢靠近。可下一秒，滚开！他猛地推开三哥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满是疯狂和抗拒。你不是他，你不是我的三哥，早就不存在了，不存在了，4个字如重锤砸在傅锦年心上。他踉跄后退，双腿一软，竟顺着墙壁滑坐在地。他死死捂住脸，发出压抑到极致的哀嚎。此时，傅西周突然出手，他精准地用手指点在他手臂内侧的穴位上，强烈的酸麻感瞬间席卷了他的整条手臂，他的身体瞬间失去大半力气。傅西周，为什么总是你？我恨你！心底最恶毒的诅咒如尖刀刺向二哥，可傅西周点穴的手指甚至还加重了一丝力道。就在这时，傅锦年猛地从地上爬起，医生，快叫医生！他对着门口嘶声哭喊，声音彻底变了调。医生护士再次冲入，立刻准备镇定剂，冰冷的液体注入，他最后一丝力气也被抽离，痛苦和怨恨如潮水般退去，只剩下无尽的疲惫。眼看妹妹再次昏睡，三哥彻底崩溃，他用尽全身力气，狠狠捶打着自己的胸口，咚咚咚，沉闷的重击，每一拳都带着绝望。是我伤害了他，是我毁掉了小然最喜欢的三哥。他一边疯狂自残，一边撕心裂肺的嚎叫，那声音里满是无法承受的罪孽感。傅云霄退到角落，将脸深深埋进帽檐，而傅西周只是冰冷的看着，直到此时才终于开口。够了！锦年一声冷峻的怒吼，让三哥浑身一颤。你就算现在把自己打死，又有什么用？能让他好起来吗？能让他原谅你吗？二哥冰冷的质问，字字诛心。三哥抬起红肿的双眼，茫然的看着他。我该怎么办？二哥，我该怎么办？他声音破碎，充满了绝望。闭嘴！傅西周厉声打断，额角青筋暴跳，滚出去！现在，立刻冷静下来，别在这里再刺激他。傅锦年被吼得失魂落魄，像被抽掉骨头般踉跄着走出病房。病房内，四哥依旧在角落里抖得像片落叶，二哥却不再看他，冰冷的目光精准地落在妹妹脖颈上，那片纱布竟再次被鲜血染红。他几步走到床边，对医生沉声道：“镇定剂剂量调整。”声音不带一丝起伏，却不容置疑。医生一愣，还是迅速调整了药物浓度。随着更高浓度的药物注入，他彻底沉入无边黑暗，呼吸渐渐平复，泪水也慢慢止住。他像一具被抽空灵魂的人偶，了无生气。与此同时，傅氏集团顶楼，大哥傅廷业疲惫地靠在椅背上，揉着刺痛的太阳穴，想起病床上的妹妹，一股迟来的剧痛和悔恨几乎将他脊椎压断。他错了，他们都错了，错得离谱，错得无可挽回。是他们每一个人亲手将那个爱笑的妹妹推入无尽的黑暗，终究是用长达10年的漠视和厌弃将她彻底摧毁。病房内寂静的可怕，直到大哥傅廷业推门而入。然而他进屋的瞬间就察觉到不对劲，床上的妹妹异常安静，一旁的傅锦年抱头不语，而角落里的傅云霄更是蜷缩成一团。他心头一紧，立刻发问：发生了什么事？小然他怎么样了？傅西周冰冷转身，吐出一句惊人之语：我让医生加大了镇静剂的剂量。什么？加大剂量？大哥瞬间明白，一定出事了。他再次逼问：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一次，大哥的目光直接射向傅云霄，一个霸道的眼神，满是命令。四哥本能的一颤，却还是抱着电脑走到大哥面前。然而，当屏幕亮起，大哥瞳孔骤缩，那上面出现的竟不再是那张照片，而是傅家别墅过去数年的监控画面1。小小的他抱着兔子，孤零零坐在门口，从黄昏坐到深夜。画面2，他高烧不退，难受呜咽，身边却无一人。画面3，他怯生生送上生日卡片，可大哥却目不斜视，径直走过。画面4，他拿着年级第1的成绩单，却找不到一个愿意分享的哥哥。一幕又一幕，一年又一年，这些被遗忘的冰冷影像，此刻血淋淋地摆在眼前，每一个画面都是他们亲手将妹妹推向深渊的罪证。大哥死死盯着屏幕，呼吸越来越重，心脏像是被一只手反复撕扯，迟来的悔恨如同海啸将他淹没。下一秒，他猛地抬手，一拳狠狠砸在墙上，砰！一声巨响，指关节瞬间破皮，鲜血直流。他却浑然不觉，从齿缝里挤出嘶哑的字句：畜生，我们真他妈是畜生。这位商场上叱咤风云的男人，此刻彻底被罪恶感击垮。四哥默默合上电脑，重新缩回角落，而大哥的视线从屏幕上那个小小的身影落回病床上妹妹的脸上，眼神愈发深沉。不久后，大哥拖着被掏空的身躯走出病房，他需要透口气，那窒息的绝望快要把他逼疯。可就在他刚走出电梯厅，准备去花园时，傅总，一个低沉磁性的嗓音自身侧响起。傅廷业脚步猛地一顿，心头警铃大作，他倏然转身，锐利的目光瞬间锁定来人，司一涵。
哥哥们对她恨之入骨。当女孩从高楼纵身一跃，终结了短暂的19年，再次醒来，竟回到了14岁那年。老天为何要让她再经历一次这炼狱人生？但女孩不知，她的心声此刻正被哥哥们一字不落地听着。接上集，副总，一个冷玉般的声音自身侧响起。傅庭叶脚步猛地一动，心头警铃大作，他倏然转身，鹰隼般的目光瞬间锁定来人。司一寒，他穿着剪裁完美的羊绒大衣，身姿挺拔金贵，那双深邃的凤眸正精准地落在他袖口刺目的血迹上。傅庭叶强压下心中警惕，声音嘶哑冰冷：“司董，这妖巧。”他刻意加重“巧”字，眼神充满毫不掩饰的戒备。可是司一寒仿佛毫无察觉，唇角弧度不变，例行检查罢了。他的目光状似无意扫过那片血迹，语气平稳：“倒是副总气色不佳啊。”傅庭叶眼神瞬间锐利如刀，不劳司董费心。两人之间剑拔弩张，空气几乎凝固。就在这时，傅庭叶口袋里的加密手机突然发出尖锐的风鸣警报，是妹妹病房的最高级别警报，出事了！傅庭叶脸色骤变，巨大的恐慌瞬间攫住他甚至来不及再多说一个字，猛地转身，如同一头失控的野兽，疯狂冲向电梯。刚才的强硬和威严，在这一刻荡然无存。然而，司一寒只是站在原地，他看着傅庭叶仓皇离去的背影，唇角的弧度缓缓收敛，最终化为一片冰冷的漠然。深邃的凤眸里，探究的兴味却更加浓烈，因为就在刚才，他又捕捉到了一丝极致痛苦。心声。紧接着，他没有离开，反而迈开长腿，从容不迫地走向 VIP 专用电梯，修长的手指毫不犹豫地按下顶层按钮。与此同时，顶层 VIP 病房区已是压抑的混乱。傅庭叶冲回走廊，看到的是一幅让他肝胆俱裂的景象：医生护士神色凝重，正疯狂地进出妹妹的病房。傅锦年瘫软如泥，傅云霄蜷缩发抖，只有二哥傅西周如一柄染血长枪，死死定在病房门口，周身戾气几乎要将空气冻结。傅庭叶的心脏瞬间被攥紧，他嘶吼着冲到门口，恐慌几乎冲破喉咙。结果他听到了什么？心率骤降，呼吸暂停，正在抢救。傅庭叶眼前一黑，巨大的恐惧将他瞬间淹没。时间在窒息中煎熬，终于，病房门打开，医生疲惫地宣布暂时稳定了。然而，他接下来的话却像一盆冰水，将希望彻底浇灭。精神创伤远超预估，需要特定的嗅觉信息唤起安全感，特定的气味。就在这时，傅云霄猛然想起一段尘封10年的监控，雪松是母亲的味道，希望重新燃起。谁知助理一通电话，将他们瞬间打入深渊。符合标准的纯雪松精油，最快也要2天。2天，小然根本等不了。就在这绝望的死寂中，或许我能帮上一点小忙。那个冷玉般的声音再次响起，所有人猛然回头。司一寒，他不知何时出现，悄无声息，脸上带着那抹完美又疏离的微笑。紧接着，在所有人惊愕戒备的目光中，他的右手缓缓从大衣口袋抽出，指尖捏着一个深棕色滚珠瓶。随即，他迎上傅庭叶要杀人的目光，薄唇轻启，雪松精油这4个字如同惊雷炸响。司一寒怎么会在这里？他怎么会有这万金难求的东西？这绝不是巧合。傅庭叶咬牙开口：“司一寒。”然而，司一寒直接打断他，目光转向医生：“救人要紧。这瓶精油产自尼泊尔原始雪松林，古法手工萃取，年产量不足10升。”他语气轻描淡写，却字字精心。我本人偶尔用它助眠。医生的本能压倒一切，他快步上前，接过那个小瓶，拧开盖子，一股清冽冷峻的木质香气瞬间弥漫，纯净的不带一丝杂质，如同高山之巅的凛冽空气。陈医生用仪器快速检测，脸上瞬间爆出狂喜，纯度极高，成分天然，完全符合医疗标准。他激动地看向傅庭烈：“副总，这简直是及时雨！”傅庭烈的拳头捏得死紧，一边是妹妹危在旦夕的性命，另一边是这个动机不明的危险男人，怎么选？时间在对峙中流逝，每一秒都可能将妹妹推向深渊。最终，傅庭叶从齿缝中艰难挤出几个字：“有劳司董。”他选择了妹妹，哪怕这是裹着蜜糖的毒药。司一寒的笑容没有丝毫变化，他将小瓶交给医生，转身走到窗边，背对病房，仿佛只是欣赏风景。然而，那微微侧向病房的耳朵，却泄露了他真正的目的。病房内，医生将一滴雪松精油滴入加湿器，清冽的香气瞬间充盈整个空间。下一秒，奇迹发生，病床上，傅安然紧蹙的眉头竟然肉眼可见的舒展开来，他急促的呼吸渐渐变得悠长平稳，一直颤抖的指尖也终于安静。傅庭叶透过观察窗看到这一幕，高大的身躯猛地一晃，傅锦年捂着脸，发出劫后余生的痛苦。然而，就在傅安然彻底放松的瞬间，一个稚嫩带血的心声，如同挣脱牢笼的困兽，清晰地涌入所有人脑中：“妈妈，爸爸，我不是扫把星。”扫把星这3个字出现的瞬间，所有人身体巨震，冰冷的灵堂，一个弱小的身影被人推倒在地。你这个扫把星，为什么死的不是你？字字诛心。紧接着，又一个心声传来：“兔兔，小然身体好难受，大哥为什么不相信我？”兔兔难受。傅庭叶身体猛地颤抖。曾经，小女孩抱着兔子玩偶，蹑手蹑脚来到书房，滚出去！没看到我在工作，难受找我，我又不是医生。下一个心声：“二哥，我的成绩单。”傅西周身体一抖，那被他随手撕碎的满分成绩单，少女落寞的神情，如同一把尖刀刺穿他的心脏。紧接着，三哥，我特意给你做的立牌，好看吗？傅景年猛然跪倒在地，抱头痛哭：“离我远点！”真晦气，他曾经的话，此刻字字如刀。最后，四哥，傅云霄精神紧绷，可竟然什么都没有，只有简单的2个字。他作为四哥，竟然和妹妹没有半点回忆。自责，铺天盖地的自责淹没每一个人。司一寒那双深邃的凤眸第一次掠过震动，原来如此。车祸，10年的漠视，被至亲视为灾星，难怪他一心求死。这傅家对他而言就是活生生的地狱。一股冰冷的愤怒悄然在他心中滋生，为这个被亲手推入深渊的无辜灵魂。他缓缓转身，目光再次落在病房门上，眼神里竟然多了一丝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保护欲。随后，他薄唇紧抿，迈开长腿，悄无声息地离开。那背影
竟多了一丝沉重。和一个危险的亏心者已然改变立场。然而药物早已退去，傅安然睁开眼睛，目光直直盯着天花板。阁楼里那个应该还在吧？回去，我必须回去。清晰的心声瞬间穿透墙壁，傅庭叶的电话戛然而止，脸色瞬间铁青。傅景年的剧本啪嗒一声掉在地上。回去？他想回去做什么？角落里，傅云霄指尖在键盘上悬停，下颌线瞬间绷紧。阁楼，他手指疯狂敲击，别墅3D 结构图瞬间出现，无数监控红点亮起。下一秒，一条条加密指令悄无声息地发出，别墅所有门窗的智能锁全线，瞬间重置，最高级别的生物识别加密，安保巡逻频率瞬间翻倍，所有尖锐物、绳索、药物被重新合成，一张由数据构成的天罗地网在他指尖急速生成。就在这时，一直背对房间的傅西周缓缓转过身，而傅安然也慢慢看向傅庭叶。出院，声音微弱，却不容置疑。傅庭叶内心纠结，不答应，怕他更加低落；可答应，他的身体能行吗？他思虑再三，终于做出决定。好，大哥现在就去办出院，接你回家。谁知傅安然得到答案，立刻移开视线。家，那还算是我的归处吗？罢了，必须回去，去阁楼看看。阁楼东侧最里面，松动的墙砖后面，上次被关进去4天，没能拿到，但这次我一定要拿到。阁楼墙砖被关4天，字字句句狠狠砸在傅家兄弟的心上。傅庭叶眼神里满是自责与愤怒，他被关进去4天，他为什么不知道？傅景年更是双目圆睁，妹妹被关在那个堆满杂物的阁楼4天，谁敢？下一秒，傅云霄敲击键盘，死死盯着屏幕上的阁楼模型。傅西周的眼底更是爆发出滔天怒火，在他眼皮底下，他周身气息瞬间降至冰点，身影一闪，直接消失在医院。然而病房内，傅安然的心声还在继续。上一世我不同意与私家联姻，就把我关在阁楼里整整4天，漫长的黑暗，那段噩梦，为什么还要让我回到这里？联姻？上一世，傅庭叶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天灵盖，巨大的震惊将他淹没。这怎么可能？私家联姻，把他关进阁姑，是谁干的？等等，他的心声说的是上一世。一个荒谬的念头如同闪电劈入他的脑海，难道他重生了？就在这时，傅安然的心声再次响起，仿佛来自地狱的低语，在砖后藏在爸爸的旧物里的剃刀，希望他还在。上次被关进去发现的，本来准备用的还没用上，这次必须拿到。剃刀，一股强烈的不安感让傅庭叶猛地站起来。他拉开病房门，门外傅景年正红着眼要往里冲，傅庭叶一把抓住他。西周呢？傅云霄抱着电脑抬头，二哥回去了，他说他会处理好。傅庭叶心中了然，你俩看好他，我去办出院手续。与此同时，傅家别墅阁楼，傅西周的身影如鬼魅般出现，他目光精准扫过墙壁，瞬间锁定一块松动的墙砖。他没有任何犹豫，戴着战术手套的手猛地伸了过去，他的指尖精准扣住砖缝，沉稳发力，巧妙一撬，咔嗒一声轻响，那块墙砖被他轻松取下。墙砖后面是一个漆黑空洞，里面竟然放着一个布包，上面早已布满厚厚灰尘。可当包裹被打开的瞬间，时间仿佛静止，他握着墙砖的手指因过度用力而指节泛白。他们究竟对妹妹做过什么，竟让她在那么小的时候就在阁楼藏下这种东西？迟来的悔恨，灭顶的恐惧，像冰冷的岩浆，瞬间将他吞噬。为此，他猛地攥紧手心，坚硬的棱角割得掌心生疼，却远不及他心底1/1000的痛。紧接着，他缓缓退出阁楼，站在昏暗的光线下，他摊开手掌，掌心那个东西正发出阵阵寒光，冰冷的触感带着刺骨的寒意。他就这样沉默地站立许久，最终他拿出加密通讯器，声音沙哑，却带着冰冷的决断。他向傅云霄和傅庭叶发出一条讯息，已找到，清除完毕，讯息发送完毕。他最后看了一眼那个黑暗空洞，眼神无比复杂，随后他转身离开，步伐沉重却又无比坚定，身后的阴影仿佛要吞噬一切光明。